我们都知道多肉植物的黑腐和盆土的透气性有关，但是我们平时很少会去注意盆土的透气性，只有等到肉黑腐了，分析原因的时候才后悔。因为不管是气温高低，还是湿度大小，通风情况，包括盆土的干湿情况，我们都能感知得到。但是盆土的透气性，除非你住在盆土里，否则怎么能清楚呢？所以说，对于盆土的透气性，其实我们根本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的，只知道我这盆多肉长势很好，盆土的透气性应该不错，那盆挂了，应该是盆土透气性不好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只能事后判断，于事无补。那么，到底怎样的盆土才称得上透气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怎么给多肉做人工呼吸，紧急救治。有人认为是大颗粒，颗粒之间空隙多，那么盆土肯定透气。这种说法只能说是对了一半。就好比我们的房子空间够大吧？空气够多吧？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开窗户的话，我们会感到特别憋闷。这是因为房间内的空气无法流通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降低导致的。而同样，盆土只是使用颗粒土还不够，还要让盆土内的空气流动起来，才能确保盆土的透气性。换一个说法，也就是能让盆土会呼吸。透气性的重要因素，环境的通风和花盆的透气性是盆土呼吸的两个重要因素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手动的制造盆土内的空气流通。那么应该怎么手动制造呢？闷热的夏天，可能会有很多商家嘱咐新手小白们干土上盆，秋天之前尽量别浇水。那么这样的做法跟不上盆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不管你浇水还是不浇水，多肉植物的根系都会呼吸，只要呼吸就会不断的产生废气，而废气在盆土里面散发不出来，导致浓度越来越高，高到反过来影响到肉根系呼吸的时候，烂根、化水、黑腐就会理所当然的发生了。而浇水的做法，除了给多肉植物根系提供水分之外，也会通过水自然下流的替换方式，把盆土缝隙内的废气排出，水流走后，新鲜的空气会填充到盆土的空隙中，这就完成了盆土的一次呼吸。不信吗？那么久干的地面下过雨后，会闻到一股泥土的芬芳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股泥土的芬芳其实就是土壤之间的废气，雨水深入到土壤的缝隙，把这股废气挤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即使是休眠后的多肉植物，不需要太多水分，也要偶尔浇一次水给盆土换气，让盆土呼吸。那么怎样的浇水方法才能让盆土呼吸呢？一、浇透。只有水从花盆的一端进去，从另一端出来，才能彻底的把废气挤出来，等到水干，才会有足够多的新鲜空气进入盆土。二、沿盆边浇水。沿盆边浇水可以达到用最小的水量来排出最多的废气的目的，而且还能最大程度的缩短浇水后那段不透气的时间。夏天这是最常用的浇水方法。三、快速进盆。在多肉植物占据了花盆大部分空间的情况下，可以把花盆在水中快速的浸一下，让水从花盆的底部进入，把废气从花盆口向上排出。另外，如果不小心浇了太多水，又赶上阴雨天气盆土一直不干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人工呼吸。这里可以用一个小窍门，给肉做次人工呼吸。找一个能把整盆肉套住的塑料袋，在塑料袋的一角剪一个洞，用塑料袋套住浇水过多的肉，并在花盆上扎紧，然后对着塑料袋角上的孔吹气，气压就会把积留在土壤颗粒中的水从花盆底部的排水孔排出去了。以上就是分享的给多肉做人工呼吸的方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听了花花的内容，我想很多人都想去试一试了吧？准备去做人工呼吸的人，在评论区回复多肉好萌。花花介绍的内容如果有疏忽错误的地方，欢迎批评指正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，也请转发出去，让更多肉友能够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下次我们做什么呢？给多肉做手术吗？敬请期待哦。我们下期见。